星汉灿烂，凌不疑，程少商势必为盟。原著中小说名场面简直太还原。星汉灿烂目前播出效果反馈不错，尤其除了男女主个人角色魅力之外，两个人的感情线也十分好磕。这部剧让人满意的是，很多剧情名场面都还原了出来，比如屠城、灭门、势必为盟、落水、坠马、划线、宴席、亲亲、杖责、灯会等等。势必为盟是小说中和侯接吻并列的名场面，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段，而在预告剧情中也有这一段。在原著里，凌不疑、程少商经历了生死后互诉心事，互相在臂膀上咬下牙印，立下永结同心的誓言。势必为盟是两人心意的见证，在设定中，家族对誓言看得非常重，需要在大家解释的时候见血，所以我们凌不疑就在少商手臂上咬了一口，后来被少商反咬。这个剧情在原著小说第133章节。后来不疑看到女主伤口愈合的太好，比她的好，他就疯批的再咬了一次。不疑果然很疯批，这是在第162章节。回顾两人的感情过往，也是历经坎坷。其实从一开始来说，不疑并非是少商的优先选择。对少商来说，两个人是非常不适合在一起的。凌不疑体验过无比惨痛的失去，加上在军中习惯了发号施令，可以说他的控制欲远超常人。而程少商自幼父母不在身边，习惯了事事自己为自己筹谋，饿了自己去找食物，冷了自己去找衣服。他有非常强烈的自我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。当旁人要打破他的法则，强硬要求他改变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地竖起防御，排斥一切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他人意志。而楼瑶更加适合他，会事事遵循他的想法，不左右他的意志。和楼瑶在一起，就等于他依然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，两个人可以平稳地度过余生。但没想到意外来临了，两个人因为不得已的原因退婚。不疑之前对少商的感情是很克制的，自己的身上还有血海深仇要报，他不能给少商安全感。但和楼瑶的订婚让他意识到有些感情并不是克制就能放下了，因此当少商退婚后，不疑立马上门提亲。但后来两人还是分开了，满孤城人枉死，血海深仇他不得不报。这是他唯一一次抛弃程少商，唯一一次没有选择他。事后他甚至不敢问一句程少商如何。他知道承认自己扔下少商，少商就在帘子后面听见时，绝望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心碎了。凌不疑早就后悔了，诛灭凌氏兄弟的那夜，他看见少商满脸是泪的追来时，他就后悔了。他将他从马上抛出去时，他也在后悔。少商向陛下磕头，向宣娘娘磕头，一字一句请求与凌不疑退亲时，他更是后悔。之后凌不疑辗转西北与漠北，无数风霜苦寒的冷夜，独自看着牛羊呼啸的牧场，只要想起少商，他就一遍一遍的后悔。凌不疑执着地说着，语气平静，句句却是心扉之言。我想若能重来一回，我一定不会那样铤而走险，奋不顾身。我要按耐住自己，哪怕是让凌氏兄弟多活几年，哪怕复仇愈加艰难，也要走光明正道。可是家人对他们都是很重要的，凌不疑不能不复仇，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灵异狗贼杀了。10几年来，凌家不断跟权贵结亲，越来越难对付，没有证据，只有杀。他错在的是在大仇未报时就把少商拖进来，不顾他的意愿，闯进他的生活里，让他爱上他。少商恨的也就是他不管不顾，会牵连程家。他就是这样在大婚前期毫无预兆地把他丢下去，他宁愿和他一起走，一起死。程少商差点死了呀，高烧不退，在床上发烧，反复了10余天，家里棺材板都烧打了一半。如果他没有撑过去，如果程少商真的死了，那凌不疑你会做什么？你会不会后悔？可是那时后悔也是没有用了。他决定终身不娶，守着少商，默默解决少商当时未婚夫家里的仇敌。
后来手里负了多少上伤弦，危难来临时的那一刻护住少商，还会如多年一般为少商赴马灯。后来两个人终于是复合了。林不疑待程少商见识的爱情，不是平淡的，是浓烈炙热的，甚至可能带了一点强制爱的感觉。林不疑的爱是深沉且偏向的，他的世界只有程少商和其他人。他认为自己复仇的阴暗道路上不会有绚烂的花绽开，可是程少商极具生命力地吸引了他，真的就是走马灯下一眼，一眼万年。